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未来开始推送 2.6.5 的版本了。前几天呢，已经拍了它无图在莫干山跑车的能力，在车道的选择呀、绕行啊，以及小路的两车交汇上提升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大家收到之后开一开，对于 NOP Plus 的满意度应该会高不少。在本次更新中 ，NOP 加的通行流畅性大幅提升，变得更加丝滑，新增了路口轨迹推演功能，基于自研大模型和海量数据学习 ，NOP 加可以感知路口环境，并参考车流，更加拟人地规划出通行轨迹。我们本次重构了换道算法、综合效率、路况、导航、舒适性等多个维度，做出变道决策，超车更加顺滑，变道更加智能。此外 ，NOP 加能够更积极、合理地借用对向车道，绕行更加灵活了。NOP 加进一步优化了加减速逻辑，体感更舒适。在窄路会车等复杂场景下，也将适时靠边让行，或小幅度偏移，会车更像老司机。今天呢，来说一说 AEB 的专项。前几天呢，懂车帝有一个测试，蔚来 ET5 在80公里每小时的 AEB 制动，还是个雨天，不仅成功的识别了减速了，还很骚气的绕行了障碍物，让很多网友很惊讶。这其实呢，也是蔚来研发能力的一种体现罢了。只不过呢，之前蔚来在技术的宣传上稍微要花的时间少了一点，还是要靠第三方来做测试，然后让大家发现，哎，蔚来真的有技术啊！目前为止全场唯一一个绕行的。是的。其实而且60、可以看那个绕行那时候啊，对和那个障碍车距离还挺近的，大概这么多，对，大概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就过去了。哎，对，60、70的时候绕得很丝滑，对，直接就过去了。这个是我们蔚来 ET5 脚步机位啊，就是证明说这个全程没有任何的制动干预，车辆自己进行控制的。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是电刹车，它踏板是和刹车结合的啊，所以你看不到刹车踏板的下降。蔚来的265版本呢，其实就是行业内首个基于端到端算法实现的 AEB。这里呢就不得不说一下端到端了。这个词呢最近很火，尤其是最近这半年。传统意义上呢，智能驾驶或者 AEB 呢，它用的都是感知、决策、控制这样独立的模块去做，然后呢加入各种人工写的规则，然后你出现了什么问题之后，人工呢用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规范车的驾驶。这样做呢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瓶颈，所以呢端到端呢就显得比较有趣啊。你可以理解为机器呢直接学习人类的驾驶方式，人类在驾驶过程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时空场景，人类会怎么选择车道，人类会如何加速，如何绕行，如何减速。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主要还是在开发过程中把流程进行了简化，对于车辆的控制来说延迟降低了。拥有大数据量呢以及高算力的车企呢会有一定的优势，毕竟蔚来呢在每台车上都标配了4颗奥运 X 的芯片，算力上呢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实现大规模的实车认证。但是大家都听说过，端到端的使用了模型之后，会存在一定的模型的难以解释性，改变算法模型中的任何一个权重节点或者层数，可能就会对整个模型产生一些难以预测的影响。这也是我们说的，虽然你可以用端到端去快速的开发，但是安全兜底这件事是一定要去做的。那蔚来呢，首先用端到端上线了 AEB 啊，这个 AEB 呢就很有意思了，它是让这个模型学习真实环境下人类驾驶员优秀的避险数据，覆盖了更多不规则的危险场景，更好的做到了不漏报、不误报。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EB 评价的考试，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标准的测试啊。测试的时候碰到的时速啊、角度啊、假人长什么样啊，其实都是确定的。有一些车企呢，会通过提前把规则写好这样的方式呢，去搞应试教育，甚至呢，还有一些车企呢，它会检测你在测试场的时候，它就额外的把车的 AEB 做得更加灵敏一些，俗称应试考试。但是真实的世界呢，可不是这样子的。你能要求横穿马路的小哥是穿蓝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吗？还是他必须要走直线，不能走斜线，甚至不能歪歪扭扭吗？你不能说测试场的假人是蓝色衣服、黑色裤子，你就要求现实世界中的 AEB 的人必须要这么穿吧？这可不太行吧，对不对？这就是传统 AEB 的局限。蔚来呢，这一次很好玩啊，升级之后的增强型 AEB， 面对前方横穿、斜穿以及大弧度的穿越的非机动车，车辆都可以完成预警和制动，形成前向240度的保卫圈。在自车路口转向的时候，车辆也能应对斜穿的非机动车，避免事故。那说了这么多，好像感受不很明显，那就看一条官方视频呗。斑燕 2.6.5 集成了业内首个应用了端到端技术的自动紧急制动 AEB 功能，
可以应对更多突发场景。蔚来 ET5、ET5T、EL6、EL7在 ENCAP 测评中获得5星安全评级，其中包含1000多项主动安全测试场景。但现实世界里，危险目标运动情况千变万化，有限的规则难以应对无限的场景。端到端技术让模型学习大量优秀避险场景，综合判断风险，并在合适的时机制动。本次升级后，路口直行遇到多种角度斜穿的2轮车，或者在路口转向时遇到横穿的2轮车时，车辆都能实现预警和制动，避险能力显著增强。我呢，这一次在测试场，在实际的场地来看，蔚来就是做的比不少的企业要更好呀。另外呢，蔚来的265的 GOA 异形障碍物预警也做得很好了。半年前呢，你还记得车可以绕行龙达达这样的非人类小生物吗？对吧？现在倒车也有 GOA 了。新增后向通用障碍物预警及辅助 GOA。倒车时，如遇花坛、护栏等异形障碍物的碰撞风险， GOA 将预警并紧急制动。自此 ，GOA 功能已实现全向覆盖。在一些误加速的场景呢，最近有一些企业他们造了马力很大的车，但是卖给的是新手司机。有些司机呢，在面对极端情况的时候一着急，明明该减速刹车踩到底，结果他们油门踏板踩到底了，造成了事故的伤害。未来的 MAI 误加速辅助设置的触发条件很是严格，但是呢，1个季度你可以看到都能触发那么几百次，可每一次都有机会去挽救生命啊。那这一次呢，未来把 MAI 也进行了一定的提升。误加速抑制辅助 MAI 同样新增了倒车场景下的响应能力，如驾驶员倒车时错把加速踏板踩到底，车辆将抑制动力输出并发出警示，避免碰撞事故。优化后向 AEB 功能，当有行人、电瓶车在车辆后方横穿时，车辆会发生提醒并刹停。至此，蔚来拥有了全向主动安全能力，实现了高速、城市、低速启停等全场景、全方位的安全守护。最后呢，就是 ADAMS 功能。那 DMS 注意力提醒功能呢，很多车企都有，但是他们有，却能让一些消费者动不动坐到车上的后排，让车辆摆拍无人驾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明他们的 DMS 技术做得很差呀，对不对？但是 DMS 呢，其实存在一个跟车跟消费者的一种博弈。DMS 的功能是不是就是让消费者循规蹈矩，让消费者不爽呢？你如何去平衡消费者的自主行为与系统监管的边界？蔚来呢用的就不是 DMS， 用的是 ADAMS， 就是 ADMS， 架构上呢就是跟智能驾驶去融合的。你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吧。蔚来人车共驾安全模型能够将用户的注意力范围与周围路况环境进行3D 融合。当系统识别到驾驶员未关注风险目标，并出现的潜在碰撞风险时，将及时发出提示。我们认为，好的安全不仅是不碰撞，更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一切产生危险的可能。我要说明的是呢，视频中开车看手机肯定是交通违法行为，会被扣除3分，罚款200。当然，这种情况作为人类的司机，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那车企呢，就只能尽可能的，当用户发生这样的状况时，依然可以保护交通的所有参与者。你注意啊，车不撞，其实不仅保护了本车的司机，也保护了交通中的其他参与者。以上呢就是蔚来做智能驾驶最近265版本的一些比较大明显的更新。其实蔚来的智能驾驶呢就2个目标：解放时间以及减少事故。蔚来的开发呢从来也都不是看小视频的传播量来解决的，因为这样的话会容易让自己做出一些为了表演而做一些无意义或者说故意的去应试的内容。在解放时间、减少事故这一条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车企的价值观是正的。在这样正的价值观下，你才能相信它做出来好东西。未来呢，它不会是交卷最早的企业，但也不会是最晚的企业，但是正确率上，未来可能会是最高的企业。最后呢，主动安全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过程。未来今天的水平呢，其实希望行业内都来超越。当然，我也希望呢，能超越今天的未来是明天的未来。
总之，安全无止境，希望大家都在解放时间、减少事故的过程中多多努力。毕竟，减少任何的伤亡都是有价值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